每一片都是好快。茶或者不你的，就像那豆看的，学猪的学的。过去那国家那规定是别多每一个死亡。国家规定就是一般那大头啊，那就是拿热火哦，拿热火的没有。是不那样去。21世纪之后，面临这种经济的转型，其实都算是比较有这种有悲剧色彩的城市。我是大概12年还是12年、13年左右去的大同。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对大同只有一个印象，就是特别脏、特别黑。我印象当时那个地上都是有煤灰。更是早是零几年来的，06年是07年，他在了1年嘛，他在了5年，2013年他走。说当时他在他的5年期间，这个大同就变成了一个整个一个大的工地。都开始修路，乱七八糟的。那估计那时候这个基建弄得也有灰尘啥的哈，对，土了吧唧的哈。这弄的。我记得当时就是一下车，好像那个什么那种马路上的那个斑马线啊，什么什么都不是很清楚，就是纯土路。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现在没大土，知道吧？这整比大同那可得有口缺的没有大土，知道吧？那你现在这还正常的人都是挖矿的，在矿里干活的。都是在这。是2矿、3矿、4矿，大都有。世界末日一样，就一夜之间，所有的人啊消失了瞬间，对吧？对，或者就像这种一个特别威力大的这种炸弹，把整个城市都给毁了。现在已经进到大同古镇的这个外围了，应该也算是大同整个市区的市中心，应该是，因为我们看到这边高楼大厦以及这种连锁的商圈会比较多，然后旁边就是古城楼，我们右边还有一个挺大的。现在要去找一家刀削面吃吃。说起来刀削面，我觉得刀削面是一个中国饮食文化里面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地名的一个食物。基本上能够联想到地名的食物就是四川火锅、北京烤鸭，然后在我脑海里可能能够快速想到的就是大同刀削面了。大同和我记忆中，或者说有可能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哦，特别干净啊。虽然说没有说像南方城市那样就是一尘不染，但也绝对没有刚才我们出发之前说的那种地上很多灰的感觉，是吧？对，没有那么多土路了。也都是溜光大道，客观里边写的。
小碗的刀削面，又加了2个豆干、1个卤蛋、1个肉丸，有点丰盛啊。然后我们一小2碗面，加上2颗卤蛋、2个丸子，1人2片豆干，一共加起来才32块钱，很便宜，很实惠。我们吃一家这个人家做的叫肉花，还有一种做法是用臊子，这个臊子是炒出来的，然后这边这个肉花是炖出来的，然后是整块那个五花肉炖出来以后切成小块，给直接放到面里。所以说它还是吃到整块肉的一个口感，然后再加上刚才我说的，它这里面因为有特别多油，这个肥肉嘛，所以它油花特别多，特别多油，你吃起来那个面每一口面上面挂着油汁儿，就特别香。再加上这个面都是师傅现削的，也比那个咱们平常吃的挂面要粗很多，也有劲儿很多，而吃起来就是更满足。大口吃面，大口吃肉，然后就很满足。然后因为它刀削的面，其实它就是横截面，它有点像三角形吧，是吧？就是这个面很厚实，然后就很有嚼劲，特别香。但是呢，因为可能还是不太会吃吧，人家这粗的面，咱们平常吃细面加粗面就加1根2根这么吃，人家我看吃的快的就是夸夸往嘴里炫，就更爽一点。从学生证南线。哇，你看它这个店门都没有里面的这个佛像高。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一个水上的寺庙群，叫灵岩寺。然后它是被中轴线分割，左右两侧都有一些散落的这个寺庙群哈。千佛殿。这边给佛吃了这个奥利奥，这边应该是块水果糖，这边有一个给佛祖的一个爱心小饼干，这边是一个卡迪娜脆角。啊，有些佛祖可能比较喜欢，可能二极管比较喜欢，我看来比较喜欢吃小熊软糖。然后这个佛祖不太重视自己的健康，比较喜欢抽烟。大雄宝殿真的是这种寺庙群里面最壮观的一个。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水上的寺庙群的最后面一个殿了，最大的这个大雄宝殿了。这里面的壁画呢，其实是延续这个云冈石窟里面的这个原作，然后它的一个复刻版本。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壁画其实是比较精美和完整的嘛，因为它是后面才建造起来的。哦。整个殿基本上是08年左右吧，08年的时候，才建立起来的，就是水上寺庙群的这个部分。哦。最早这个佛教文化其实有一段历史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后当时的这个塔药师傅，就是躲到了山里面去，才得以就是没被迫害。对，没有受到迫害。北魏的太武帝就是非常痛恨佛教，然后他就将佛教文化摧毁。然后这个坛药呢，当时受到这个太子的保护，就是到山里面去躲避了。就是坛药开始重新建立这个石窟的时候，就是最早是建立的坛药五窟，然后第二窟是属于这个石窟的中期才建立起来的。这边有很多石窟都看不到了，这边能够依稀的看到一个人形，对吧？这个上面的是头，这里的是他的手，再应该在捻佛珠，下面是盘腿，现在看不出来了已经。我们现在到这个3号窟了，说是整个云冈石窟当中最大的一个石窟啊。这个佛身上有很多洞，这个洞我们一开始还以为是谁破坏的，或者里面也有什么珠宝，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这个过去的这个造佛的石匠经常会翻新这个佛像，翻新这个佛像就需要上面抹泥巴让它变得更新一点。然后这些洞呢，就是这些工匠为了让这个泥巴粘在上面更牢，不至于这么一片一片脱落下来。就相当于是个钉子，只不过它是木屑的形式钉在那里。这个石窟也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本来是一座山，然后为了雕这个佛，把这个山相当于掏了个洞，对吧？对。然后这里面的石料也没有浪费，都搬到这个平城里面，对，就是大同市区里面盖房子了。对。我们现在在4号窟，这个是孝文帝决定迁都到洛阳之后，然后剩下了一些官员在这儿继续开凿这样的窟。它就比较简陋，也没有那么震撼，是吧？也比较小。就是因为他决定迁都之后呢，这边继续开凿的这些官员就没有什么资源了，没那么人力。我们刚才看到第3窟的大佛其实是唐代建造的嘛，那唐代我们都知道后面就是以肥为美了，这些应该是魏代建造的佛，它就没有那么胖。我们看上面这个佛会看得更清楚一点，你看他的脸就很瘦，哇。风化成这样，这个基本上就是被完全风化掉了。我们还能看到这里，这个应该是这个佛的一个头，对吧？顶上这里。这里面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巨高。整个这个窟里面全都是佛像，任何一个角落，然后包括它的顶上，全都是佛像。的时候建的，就是为了保护里面的那个石窟，不被风化破坏。
也是很宏伟啊！你看那个柱子都是龙，一个柱子一个龙头，一个柱子一个龙头，龙王之类的是吧？感觉特别有想象力。这每个龙头还都不一样，对吧？现在要进入第7窟。第7窟，你看它就是还是刚才是明清时期修的这个木质楼，它和这个岩石这个山结合的非常好，直接插到这个石头里面的。这边也是2个完全被风化的佛像，然后这上面的小孔也是之前应该和我们之前所讲的，它是为了加固上面的这个泥，工匠凿的坑。它雕刻的这些就是咱们正常老百姓生活中的体态形态，对吧？茶余饭后的。从第8窟和第7窟出来了，它是第8窟和第7窟，它是个双窟。它虽然说有2个洞，但是它2个洞是相连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外面的这个石柱墙，这个石柱墙给它隔开的。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是第9窟。像金星有点像。11窟、12窟、13窟，它们是一组，是连着的。这边我们看到它人的脸上会黑，这个黑不是它有意涂成这个颜色的，而是它本来这个佛像是鎏金的这个脸上，然后它鎏金是用铜和金好像，因为时间长氧化就变成黑色了。我们这边看到很多的这个小佛的脸都被抠掉了，它不像是风化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小佛像脸都被抠掉了。接下来我们就连续的从这个窟的内部就能走到第12窟。这个窟的比较低的地方被破坏了很多，很多人上面刻字，包括刚才我拍的有一尊佛直接被抠下去了，从莲花宝座上。这个窟我在这儿已经看到这个佛是非常巨大的一个佛，我只能看到它一条小腿，目前。这只是它的脚趾头，它旁边还没有它的脚大。这是它脚，看到吗？这是它脚趾，而这个子还没有它的脚大。天哪！然后这个洞里面，除了这尊大佛以外，墙壁上密密麻麻全都是小的佛，我感觉1000佛都不止，可能要10000佛那么多，太夸张了。
然后这个壁上的这个壁画也非常精美。他的那个眼睛还保留下来了，是的，是清代的琉璃眼。琉璃眼啊，很漂亮，很亮。我们现在来到了第14窟啊。第14窟仿佛没有特别造完一样啊，或者就是以前打仗给毁掉了。它上面你看柱子上每个小孔上面都是一个小的佛啊。然后这边你看它的佛脸都被铲下去了。14、15窟整体的规模都比较小，然后里面是比较风化比较严重，因为它可能离这个洞口比较近，就把它腐蚀的比较没有形了。但是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佛的头，它明显不像是被腐蚀而坏的啊，上面还写了1、2，这个佛脸直接被砸下去的。而且这个云冈石窟里面很多佛像的头都被砸下去了，明显不是这个自然侵蚀的结果。自然侵蚀不可能有那么锋利陡峭的表面。接下来我们这个是15窟，15窟也是风化比较严重了。然后我们看到它其实这里面它是一个千佛洞，但是我感觉这个也不止1000个佛了，包括这个最后这个穹顶，包括上面大佛的脸都没了。然后这个壁上一小个小坑都是佛像，我们看到离我们近的，我们可以摸到的就是近的地方，这边墙壁上都是佛。越往下的佛你会发现它风蚀的越严重。当然这肯定和这个近地面风沙比较多有关系，但是我相信也有和这种游客路过去摸它一把给摸没了有关系。我们稍微往里走一点，大家可以听到这边有非常强的回声。天哪，太震撼了！这个房间。我们从第15窟出来，接下来就是16窟。这16窟应该是这个云冈石窟当中最老的五个窟，对吧？要高峰。这个外部它最早发起就是建造这个云冈石窟的时候，历史最悠久的就是它重新编号了，是从16到20窟。但是16窟，它拱门上面这个地方整个都已经裂开了。如果它不修的话，这一块整个能会掉下来，是吧？落下来。对。然后这是从里面向外看的这个景色，对吧？对。我们透过这个，它这个装修的这个外板，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窟，这个是应该是有9个佛像，然后我们这边有一组历史照片。就是我们正面看会有9个佛像，但是呢，现在其中有3个已经被盗走了，1、2、3已经被盗走了。你可以看到上面还有这种这个盗佛像的人，这个砸石头的痕迹啊，一层一层白色的。我们经常在什么拍卖会看到什么拍卖佛头，没准都是这些人去盗走的。我们刚刚过去的那个16-1窟的西壁中。有一个佛像，现在有在日本武藤山治收藏，被一个日本人收藏了。这些估计都是被人拿这个工具硬敲下去的佛头，太可惜了。云冈石窟这边一共丢失了96颗佛头，刚才我们那个佛头上面的数字应该就是第几颗佛头，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9颗佛像之一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佛，这道钱是这样子的，现在被卖到了这个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之所以我觉得它之所以它被挖，就是因为它这个保存的最完整，受这个风化侵蚀最少、最漂亮。现在已经变成空的了，我们就算这边没有施工去修复，我们也看不到了。到第17窟，第17窟也是这个昙曜5窟之一啊。这个佛比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我说很巨大的佛还要大，我们在这儿只能看到它的脚。
我只能到他脚踝的位置。我的天！而上面这个很多洞，它当时造的时候，因为要往上敷泥啊，敷黄泥，应该是为了颜色漂亮一点。而这些洞都是塞一些木桩，然后为了让这个水泥能够固定在上面，有点像现在这个钢筋混凝土这个钢筋的作用一样。水泥可以扒在钢筋上，然后往高垒。旁边的就是第18窟，这个18窟基本上和17窟的规格是一样的，实在是太震撼了。可以看到吗？这个佛的头，当时的石匠专门给这个佛凿了一个窗，既可以让光照进去，也可以让佛看到外面。然后这个第18窟和刚才我们看到第17窟不大一样的是，它是站着的，它的姿态是站着的。然后我们也是走到离它近的地方，才能看到它的全貌。我走到旁边，我站到这个佛的脚下，我和这个佛脚在同一个平面上，我只能到它的比脚踝稍高一点的地方。我们如果抬头看的话，才能看到它整个佛的样子。而这个佛身上有衣服嘛，然后衣服这个袈裟，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小的石佛。我刚才说17、18窟的这个佛很大嘛，但是我到了19窟门口之后，我就更惊呆了。我现在这个窟看到了吗？只能看到他的手。我们走近看一看，这个也是一个盘腿坐的一个佛。这里的佛一个比一个高，这个佛起码也有15米那么高，然后也是一样的。这个场景就非常像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或者说电视剧里面的这个西天取经的这个唐三藏到雷音寺之后，终于找到佛祖那一刻，然后他的那个宫殿佛堂一样。他身边坐的都是罗汉，但是我们看动画片里面的那个如来佛祖，的确是这么大一个，所以说我们小时候会觉得他夸张，但是按照古人的想象，其实佛祖就应该是这么大。20窟是落在外面的这个佛，它要比前面几个窟，这个17、18、19窟要更大一些。然后呢，是在一个台面平台上的，要比我们这个地方要高差不多2米这样子。所以说它视觉上会更加高大一些，也是一个盘坐的一个形象。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周边也都是一溜的小佛。我们现在基本上要走出这个园区了，整个云冈石窟这个景区淡季来的，而且我们应该是还是最后走的，我们才有机会享受这种完全安静的云冈石窟这个建筑群吧，可以说非常舒服，非常惬意。而且里面因为云冈石窟应该是中国很早就开始打造的这个一个景区，现在是5A 级的。它本身建设的非常不错，非常漂亮。在善化寺，善化寺这几个字写的非常好看。从小被教导这个爱护文物啊，但是呢，小鸟好像没上过这些课。看这个墙上，全是鸟粪。但你别说，这些鸟粪还挺当代艺术的。如果说把它裱起来，挂在一个5000万的豪宅里，估计就值5000万了。特别有名的那个 Type C
天王就在这里。然后网上有人说这个天王的嘴是 Type-C 的那个充电口。增长天王。增长天王。它代表风，然后他手里拿的是剑。哦。然后这个是东方的持国天王，他就是相当于这个条，拿着琵琶。对。然后这个是北方的多闻天王，他就象征着雨，手里托着伞。然后这个是西方的广目天王，它代表顺。然后他手里拿的是蛇，可能就是因为他拿着蛇，所以他的嘴是 Type-C 的，呲牙的那个。蛇是充电线。这个按道理来说是这个整个寺庙的大门，对吧？对。但应该是也都是这个有大型庆典活动的时候会走这个门，一般都不会走这个门。这个山门出来，现在要进到是三圣殿，是唐朝之前建的，然后后来在金代修的。这旁边这个都是加固的。和我来到这个大同之后，看到所有店都不一样，就是它挑高非常非常高。你看它整个店中间就只有4根超级大的柱子撑着。那个时代能动用这样的资源去建这样的寺，只能说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历史上面的大国呀，国力太强盛了。这边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三圣殿的后门，我估计有重大庆典仪式的时候，它还是会打开，会从我们最开始进来的那个山门一直往里走，通过三圣殿，再进来，一直走到前面的应该有大雄宝殿。正在走向大雄宝殿。它应该是我目前在大同见到最壮观的一个宝殿。做的非常精致，你看这边的衣服还是鎏金的。还包括它这个袖子上的龙的纹路，雕刻的非常精致。然后这个是少有的在大同看到这种古代的象眼睛还是保留下来的那个，应该是琉璃。但好像这个天王的手上应该有一个握着一个剑之类的东西，应该是太重断掉了。这几尊佛的这个眼睛的方向看的还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佛好像是在看我正前面的门的位置的眼睛啊，然后这边呢好像刚好看向我们的这个位置，有点像在看这个瓶子的位置。正位置这个佛呢，他又是在看，好像又是在看右手边。然后除了我们能看到这几尊这个佛像以外，佛像后面还有很多非常精美的壁画。这个天王的这个表情有点搞笑的，在用力。
园，然后看起来长得特别的漂亮啊。这个呢是鬼子母，鬼子母叫什么？母夜叉。然后呢，它是专门吃小孩的。您可能会说，呀，吃小孩的怎么长还挺好呢？这个它是后期的一个经过佛祖点化，然后之后的一个道德升天之后的一个形象。它原来的形象是什么样？看一看下面有一个小孩，小男孩穿红裤衩，上面背着一个小孩子吃小孩子，这是他成佛之前的那个。我们现在来到了大同古镇里面的这个法华寺。法华寺也是明代的一个寺庙，但是其实整个这个寺庙群都是后面建的，它原本只残留了一个砖塔，应该在这个整个寺庙群园区的最中间。虽然说是在建的，但是整体的风格我觉得维持的还是挺好的，而且也没有那种特别塑料感啊，大同纹理还是非常强的。现在都是赛博上香啊，全都是数字，全都是电子的，里面会写着祈愿过来祈愿的人的一些心愿。这边是佛教的几个地位很重要的佛，然后旁边画的应该就是这种信徒过来朝拜的一个景象。对，这是白塔，就是它保留的古的塔。对。
现在到这个大同古镇里面了。然后，这个大同古城建设的其实还是没有特别完善的。你看这边有这么漂亮的这个城楼，然后隔壁是刚才我们喝咖啡的地方。施工板背后就是非常完善的那种商业化的这种步行街，但是在我面前就是非常破败的这种老平房，还没来得及拆，没来得及修。我们出发进入古城的一条巷子。这个是刚刚我们在旁边喝咖啡的那个鼓楼，对吧？这儿比较老的楼。然后我们是在这儿喝的咖啡。旁边有艺术中心，我们现在沿着是这条路，叫李怀角路吧，可以说在走，对吧？它这边有点规划的像一个艺术街区。如果说是偶然逛到这里面来晚上来这儿散散心，这个艺术街区还挺惬意的。是的。如果赶上那个五一节，人就挤人，感觉就没意思了。是。虽然说我不是特别喜欢把景区弄得特别商业化，当然这个是景区必须走到的一个阶段，但是大同古城里面它的商业化弄得让人不是特别反感，还是很漂亮。你以为是这个马路？这应该是个唐代的佛，因为是胖胖的。你看这种地方和大同正经的市区里面有点格格不入哦。是的，这是非常成熟的商业环境，就感觉它可以是大同，可以是景德镇，可以是上海，可以是北京，可以是杭州，可以是四川，任何地方。我刚刚上面提及的那些地方，我觉得我都看到过类似的商业景区。对。无论如何，这条街建得这么干净，有很多可以休息的地方，对于当地市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地方。哎呀妈呀！机器人挺多好啊！太模糊了，怎么有机器人啊？不得不说，虽然说它很多东西不是我们一开始想象的，就是古代的东西，但是它修的整体还是非常漂亮的，为这个大同的文旅点赞啊！大同什么都好，但是它的空气质量还是一言难尽。我们下午就下了个小雨，非常小的雨，大家看看这玻璃，全都是泥点子。真的是我看隔壁那个摄影师一边拍一边推，一边在吐沙子，挺搞笑。啥意思？你也不好奇呀？你进来干啥？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关灯了啊！害怕不？你干什么呢？能听着吗？这样挺大劲的，你这真渴了。行了，走了，我们是走了，我不走了。那边，那边。
那边走吧，你弱小一点。行。你倒不客气啊！你是都哎呀，就卧下了就，一点都不客气啊！那你也得分一半房费啊，你这免费出啊。走吧，对我们这儿失望了。走吧，猫师傅。走吧，猫师傅。啊。我们这儿确实也没有斋饭了，你去别处化点缘吧。走，走了，走。朝这儿待着吧，要不然。猫师傅，他是饿了。但是没跟你慢点说什么呢？哎，还得给你买火腿肠的故事。你好，谢谢啊。没事，快点啊。哎，好。现在是半夜1点45，我给我们猫师傅买了点吃的。猫师傅一听着有吃的就醒了，又醒了。猫师傅，这你一会儿肯定睡得最香，包困了，这淀粉肠啊，这是。还有好多素材没有打。又玩去了。我为了给他买那阵火腿肠，还配了20块钱的货。要不然配送费不够啊！王师傅，你欠我25啊，听到没？客为主。起来屁股，来，听到没？饿了就吃这个，困了就在这睡觉。行，这回咱们互不侵犯了啊！歇着吧，别闹幺蛾子，听到没？我们起床了，猫师傅还在房间里。猫师傅打个招呼呗。8点钟就一直在这个房间里面叫，我估计想出去了。那我们的缘分就到这儿吧。猫师傅，走吧，出去了，拜拜。猫师傅就走了啊。真的，有点舍不得。对，您在楼下待着。有点舍不得。没事。在位于大同古镇里面的一个街叫司令部街，整条街也是沿用过去的这个功能，在旁边设了这种军警的基础设施，比如说有征兵办，对吧？大同征兵办，然后军队对面的街区
也都挺破败了，大多数的这个商铺已经不在了。原来还是挺繁华的，因为这边有一个超大的一个夜店。如果不是这边人口足够多，年轻人足够多，足够有商业活力的话，我觉得这种夜店不会开在这儿的。除了这个建筑比较现代以外，其实周边的大多数的这个建筑都挺有年代感的。尤其这边还有那种2层小楼，很像我小时候我爸的办公室那种感觉。很反差的是，隔一条街的马路对面就是大同市最近在建的这个代王府。真的就是一街之隔啊，里面的风景和外面的风景完全不一样。非常破败的这个居民楼，肉眼上观察，其实住的人没有特别多了。这边应该有个单位，但是现在已经不做了。然后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边单位的这种办公楼，窗子都已经破了。那你看，像这种窗户，我真的不觉得里面还有人住，不然这个纱窗会这么脏吗？大同日报大楼也在这儿，但是我估计大同日报大楼现在应该已经不再用了，没有人在里面办公了。我们可以去里面探访一下。哦，这个就是刚刚我们从外面看很破旧那个办公楼，现在已经完全被废弃了。新闻、资讯、娱乐知识。门都没有关哦。但是上面已经布满蜘蛛网了。OK， 然后对面这个金杯，这2个金杯应该也是以前这个新闻记者出去做采访用的，现在应该也都不用了。哎，这边好像还有个单位，还有人在里面。啊，您这是啥单位？我这是啥单位啊？是不是日报？对。哦，您这还在办公吗？办公呀。那您是以前是做什么的？编辑、记者？我以前是干那个印刷的。哦，印刷。印报的。哎，他是不是厂子里就有印刷厂？现在不在了，搬到豫东了。我看这个车2021年还在用，对吧？对。那也就这2年不行了。哦。好，谢谢啊。没事。应该会觉得我挺奇怪的，因为这个破地方，可能他们已经不想来了。然后，这个房子连顶都没了，这太夸张了吧？但是这个一幕让我真的想起来一个电影叫《湮灭》，它的里面的场景还挺酷的啊，连顶都没有了。我们走到最里面呢，这边就有一个房子，应该也是年久失修就直接塌掉了。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房子都还是这种木梁结构，说明这个房子也是很久之前就建的。你看停放了非常多的这种电动车啊，应该是把这个场地借给了外面的这个私人公司，当成一个仓库在用，榨干这块地最后的价值，不然这块地就是浪费。我想进一下这个单位里面啊，因为它里面是值班并不办公了，所以说我估计也涉及不到打扰别人工作。
其实这里面还有不少人呢，不止一楼那几个师傅，还有几个像是干部一样的人，在里面坐办公室的。我猜也是相当于值班，维护一下这边的资产，保障安全。但是它的一个日报的功能现在应该不存在了。啊，那现在这个日报它这个是不是也这个受这个新媒体的都弄太往线上弄是吧？对。哦，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新媒体弄了以后，这边大楼好多功能就用不着了，就把不是，他这个楼已经是拆了，不是，他已经是危房了啊！危房。我看那边后面塌了好几个了，那个木质结构那个是吧？对，已经是危房。哦，没有。那这边这个居民区我看他不拆，按说他要做文旅的话，是不是也要拆呢？对啊，可能现在已经规划上了。哦，规划上了。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单位，这边的这个大北街，带我这儿是大北街。哦。大北街这儿它就是那个啥，就是当时大陆比较最繁华的一条街，因为它是从这个大北街出门就是北门，北门出去以后就是火车站。哦。它这里。您说的这个是什么年代？2000年。民国。啊，民国。它是最繁华的一条街，当时。它最早这个大同日报社，它最早就是日本人占领了大同城以后，它在这个地方开的印刷厂。哦。但是估计他也印中文内容，这个给人们。对呀，这个。哦。印他的宣传的。来，我带你下去看看那个房子。哎，谢谢。那个房子还是那个日本人时候盖。是吧？啊，谢谢。就这个列。你好。我们开始在这儿是当时这是大同日报，当时还有大同晚报是吧？大同晚报最早就是当时是八路军的印刷厂。估计打下来以后，然后这个日本这个就变成日报，对，然后八路军那个就变成晚报。八路军那个他当时开的地下，你到后边盖个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当时就是民国时候，据说是日本人当时的日本人盖的，这个印刷厂就是盖的那个。就是，哎，那是个几层楼？所以是个高楼？不是高楼，好像1层半。那个哦，那是个半层。那上面不是编辑室，就是这个印刷的。最早是印刷厂。哦。这些房子都是后来的，这点房就那点房子，可能当时好像就是当时日本人的这个。哎，那个房子进不去，还是从里面进？进不去。哦，进不去了。当时也不知道从哪进，也弄不清楚。哦。大同日报就这一圈，我走到最里面了，他那个房子是一圈是吧？哦，那其实挺大的。对。那当时这个人多的时候，得有个300-400人吧？有没有？有。我估计他这边是不是不拆，也是因为军队这边拆的就慢一点，还是啥？是不是？他那个解放军那边肯定是不一定拆了，但是现在这个房子就旁边这个，你看这个，看你刚才说的蓝池那个蓝池，他规划的想拆的。哦。规划想拆，但是现在不都是肯定政府也没钱吧？应该是。外边那么好看，这里面就好多楼挺破的，是吧？对。由于就挺这个割裂的，有的时候，是吧？不过我估计这边不拆也是因为里边老人多，是吧？我看里面没啥年轻人。没有，哪有年轻人？现在都搬到外边去。这个一圈的城墙啥时候给围起来的？08年也是。08年还没有全部围起来。20几年的时候，张书记时候围起来。哦，那说，我听说这个大同这个人民可爱戴这个张书记是吧？爱戴耿市长先生。耿市长。对呀，复兴大道，然后张书记把这个事儿就给一阵接着给干完了。还是11年，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还是真的这样，就感觉地是灰麻麻的。耿市长在了5年，2013年他走。哦。说当时他在他的5年期间，整个大同就变成了整个一个大的工地。哦。都开始修路，乱七八糟的。啊，那估计那时候这个基建弄的也有灰尘啥的哈，对，土了吧唧的哈。正弄着。哎，还有一个我这边来这体感，我感觉这个大同啊，建楼的地方那高楼啊可密集，过于密集。我因为我现在生活在上海，上海那个居民楼也没那么密集，那高层一排，说实话我还挺吓得慌。尤其在玉都那边是吧？啊，对。玉都那边那更那啥。是。
这房地产赚不老少钱是吧？不过也是有这房地产这个往外弄房子，政府才有钱修那是吧？哦，那肯定的。那现在我看这个煤是不是弄得少了？大同。它是集中了，都已经集中开采了，没有说以前都是那个小煤窑、小煤矿，他自己这个有创办煤矿、乡办煤矿4个单位就能开一个煤矿，现在他有个集约管，关闭那些30万吨以下。而且我看现在煤矿工人其实总体量就少多了啊，估计也都是机械化了、自动化了，弄得快多了。对，都自动化多了。那大同这整体的这个就业也是应该会受影响，是吧？上班这种。现在好了，好像就估计文旅弄起来就好点了，都在这个文旅这方面工作哈。那是我觉得大同算是转型挺成功的。也可以这么说。你用小不起赶是走啊，就得啥呢？来回绕是走。那么热闹啊！哦，人太多了。人太多。哦，就是人多。那时候头觉街别的么那个皮块块个街，4、5米宽这个街，那满街拖的了。你想说这儿的周子只有块只有2个，走不了。左一溜溜让小个是4、5个把你拦住了，你就得撇过去，跟他们旁边插过去，再归是人去，这就那得快走了。除去多年心头烦心事。对，这应该是以前，想要改造这个，把这个老街改造成这种类似于旅游的这个景点的一个计划项目，但是很明显它没有成功，没有奏效。那咱们尽量离开的。哎，好像恐怖片啊，好吓人啊！Oh my god！ 哦，这是个戏院，这是应该当时口泉镇吧，应该叫的戏院。23年以前里头那个转一板凳还在。你现在那把舞台那个底下那个，就这个跨乐器那种东西，舞台底下不是放的好几个是个大嘛？演员一唱呢，用那个门的回摇，跨出去以后，满院都能听见。把那门给前几天不都叫啥个人了？然后碎了就。不接触，这个就算不知道。现在是谁来这儿拉多些戏？口泉这边有很多个矿，这个镇应该也是围绕这个矿，还有这边有一口泉建立起来的，所以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镇。但是因为后面城市化，大家都想往城里搬，因为城里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小孩上学之类的，然后这边的人就不得不，或者说也是愿意去搬到城市里面生活，这边就荒废了。但是从这个戏台的规模，应该不难看出这个城市以前的繁华。我的天，这穹顶都已经漏了，然后还都是以前是木质结构的。这是戏院的后台。如果我是一个戏剧演员的话，我就会
从这里上来，然后对着整个下面的观众表演。景象就很像是，就是经历了世界末日一样。就是一夜之间，所有的人啊消失了，瞬间，对吧？对。你看这后面还能不能出去？下面的这个底儿这儿已经被外面的泥土给封住了，就是很难推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外面大概有什么。不知道是这边戏院结构的原因，还是说这个建筑本身就够厚。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其实能听到很多汽车在这个飞驰的声音呢，因为这边还是有矿，就很大车，声音还是挺吵的。但是一进这里面以后，就发现特别安静。我的天！我们现在准备继续上2楼。后来原来是有人住，应该是住人的地方。吓一跳你！哦，这边是可以出来的。这边就是刚才我们进这个镇子的，这条街了，主街。然后我们的车还停在这边。嗯？这有点吓人，这是什么古道啊？不知道。有点吓人，这个地上有几块骨头，这个骨头个儿还挺大，不像是这个我们吃的肉类动物的骨头，很吓人。我们还是下去吧。正头啊，左边有铁丝。原路返回了。我们终于出来了！把我吓死了！里面的破败实在有一些让人不寒而栗啊。蛮吓人的。挺吓人的。我觉得这里太适合拍恐怖片了。是吗？对。就是自带音效，那个门的那个嘎吱嘎吱的声音，对，然后那个风一吹，那个白色的、泛黄的斑驳的纱帘就腾空而起。是的。太吓人了。这边是个烟酒副食店。哇！这是金钱树吗？感觉像。这边有几块大石头，看着。这是土墙。挺特别的。应该是城墙吧？这口泉。这个是文物。口泉钵。对，这是古堡是吧？啊，我看到了，那个。这是明朝嘉靖年间写。口泉钵那个土堆儿啊。哎。就这个被我们放手头啊，看到了。明朝的。那是明朝嘉靖年间习为的嘛。这是那年前，哎呀，前10几年前吧，人家大同电台做过一次节目，人家那个节目主持人就在我们前这儿算，我才知道这是。听到了。哦。啊，嘉靖起码500、600年了啊，嘉靖。500年以前了。
而且吧，它这个布儿吧和其他的那骆驼绣那个布儿不一样。这山南州那个啥，南州咱们测试那个布儿那个贵仔细。那个市面人家出了以后，这个王绢那就得有战斗性的。是个这40度那个绢儿。我们这最小的时候，你看，干80几年的时候，还若许我们头球圈上一上头的时候，上头那个多头，就是射箭了，做啥打仗用的多头还在呢。现在就没了。过去那多头啥都在呢。背面的那个步枪，人家还有战壕。那战壕可宽。战壕还有那个射击位置。这。现在就多了。很难想象这么一整个村子的人都不在了。你们是住在这儿吗？没有。从2023年4月到5月。这个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征房验收情况公示表，现对口泉棚户区改造项目产生。这就是把你这个房子给征了，所以说房子上有征的字儿，你知道吗？征了以后，然后就给你补偿这个新房面积。对吧？这个你看，4间，这个屋就是它补到大东街42号，然后4间，面积1552平。这是刚刚前2年的事情。对，2023年，是的。看来就是应该就是有，应该还蛮多人。对，有居民陆续搬走。签手型应该是婚纱照，是吧？对，我们还能看到这户主人的这个痕迹啊。不知道他们现在多大了？你应该也没有隔多久。我觉得这个照片最多也就是10年前这样的拍的，是吧？我们目前为止，根据这个蛛丝马迹的这个观察和推测，这个村应该其实近5年、10年左右还是有人住的。我们之前有问到别人，大概就是50、60年前，它应该是最繁华的时候。近5年左右，逐渐有这种棚户区改造。其实棚户区改造就是针对这些农村，然后要拆掉你的地，要拆掉你的房。但是因为后面房地产价格跌得非常厉害，不太景气，估计政府土地出让，这速度也会变慢。再往后，这些地就没有人去开发承包，慢慢的就荒败在这里了，就变成现在这幅，明明是可以住人，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住的一个景象。百货批零市场，但是它已经被完全封死了。上面这个大大的五角星，应该能够体现它的年纪。这个地方还是挺爱时尚的，这边又一个理发馆，这边是做漂发和焗发的。我一大色儿就过来啊！哎呀，她长得很漂亮啊，真好看。不要了，不啥，你把这个给我除了我做，你任何的，这我再搁这过，别人给俩是走了，这咋不去？一来了，这高兴，骑着摩托车走半路就看到了。
你过来给他带点吃的是不？没他不？没了呢。因为啊，怪不得跟你好了啊。这是我从小养活大的给着。给着他也搬走了，没人管。啊，也搬走了。那他不正好就是上这流浪了？这个养我给这个庄家，他也抓不住这个。除了我抓住。跟你好啊。哎呀，很漂亮的。哎呦，哎呦。他多大了？哎呀，4、5岁，5岁了也。我不在这儿了，我也不管他。真听话的哥。3000倒不完，那头天的跟我说，我63年。63年啊，63年。我12月叫他有那个。电影院了，戏院了，以前就放电影了，是不是？以前放电影，这会儿卡过了，没人了。以前这头天的最火的地点，不管是12炕、13炕人，2炕、3炕、4炕，大都给我8炕，都下口天天这13炕人都在这儿。大坨以前没这儿火化。咋说？以前就没大坨，以前人多，你像这个就是商店，这是小卖铺，你看那边上都是那商店嘛，我看。现在拆迁都人搬的，都搬走了，给8边的，给5边的，给3边的1平米。能给你几个？你要是老房子，能给你2-3千块钱1平米。你要是现在这个好像，有那个赞助章，好像那个。房产这样好宝板的胳膊，那胳膊不值钱，那就是3-5百1平。我2间房子是给10亿，2-3年了，这个打完这个钱，人这样高涨，我还是有2万多。没打了，你是拆了1间房是不是？2间都拆了。我这上头这有全皮区上头。那你住哪了？我住这新区。4000多户人现在都搬了。4000多户，这么个镇估计有1-2万人，是不是？多啊，还太多了。多啊，是这个4000几百户，4800多户人，800户，没哪家没好几个孩子还。这会儿分好几个居委，1居委、2居委、3居委、4居委，你说人多少？3年前你来了呀，咱这租的孩子慢慢的，就这2年，这房你看看踏成啥子？我就在这儿长大的，反正，快63-64了，反正就是生活。我小孩几岁走，就像是个街是，那没活着没街子几个栏儿。你那会儿那鸡着呢，一个选个3分。3分。一个托儿头2分5。我们刚才和这个大爷，老张聊了一下，基本上。可以确定，其实这个地方没有荒废很多年，没有这个空城很多年，也就是2-3年的事儿。现在里面都长满了草，树都长在里面了，我感觉都不像说2-3年会变成这样。2-3年以前吧，人还在那儿住的。23年这不是23年9月份以后让胡凑的人们都有些人就搬出去了，一搬出去没人管，那1年都把那树都长起来了。20年后半年这是不到就3个人，你看把那门窗全倒烂了，哪有把他树我是放上来的？谁倒的那是？哎呀，不清楚。我估计也是呢，想让你们走的人估计。过来破坏。这个咱不敢说，我也不敢。方面不敢问。他不让活的。人家刚一开始是说完，那不是钱卷你这儿还没钱那个啥，没钱搁那儿钱的还拖到这个手续还没办呢。而这来了以后，刚首先给你把门窗倒烂。门窗玻璃倒烂了，你坏了那3边了。还拖还没钱呢，他啥没了，之后就是个闹人了。你这没法住。现在今年
今年确确实那不是有些老人老汉没有想回来住呀。说是这钱不给啥也没有家，我回来住一看，这儿倒了个乱七八糟。住不成了。你说咋住呢？你再想没门床做啥子修完有好几千块钱，不止。就是这介绍的那屋里烂的不一定是刮风下雨弄的，不是的，就是在23年以后倒烂的。以前那房可不错呢，结果最后那么好的房，哎呀，都烂成算了。这个合计那么多间房，而且都是2层那个3层。一三间的那底下上头再上头，那房都想的好，真漂亮。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大户人家，它这个庭院非常非常大。我们现在往里面走一下，看一下。哦，这里不是什么大户人家，这里是警察局。我们看到，哦，我的天哪！这边还写着是办公大厅。这边地上有很多篝火堆，篝火堆这边旁边搭的这种类似于小灶，几块砖头搭的小灶，然后这儿就还有一些缸子，应该是有人在里面短暂的生活过一段时间，要么就是旅人，要么就是这边村民可能没地方住了。我的天，这还有澡堂子！好梦幻，还是露天的嘞。这边以前建设的相当好。来了这个公安的羁押室。哦。你看这个天景多漂亮！我是绿料的。绿料的啊。跟我来的时候他就不在。跟我来的时候人还不少，这慢慢都走了。就把这个房都给登记了，你国家改签。改签了。那你咋不走？我去不办我就不走。我这儿那房东西。这里面都是你东西？你要是办个地下的住房。可不。那拆你房不给你钱儿？哎呀，你平时有的给几百钱，我也不知道去几百，我不记。不知道是拿啥规定的，人家想给你多几点，你说这个你直接放2边行，3边行，不行了150。随口可以算。就是你这不知道他按啥来了哦。我不知道拿啥规定，咱们不清楚。又一个理发店啊！这个口腔认识真的挺爱美的。
拉煤呢。这边看到有个佛寺，这还有人呢。大山。但是这个应该不是个佛寺，感觉就像一个信佛的教徒的家。这边有一个非常像寺庙形态的一个院落，但是它显然不是精心修建的。然后它里面供着各种各样的这个佛器。说实话，有一点不敢进去。我们现在去寻找这个口泉镇最后有可能有人的地方，就是上面这个建筑。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这个建筑是干嘛的。上面有很多红旗，我们去看看。哇，左边的这个风景真的是祖国大好江山呢。然后我们看到，其实这整个村子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口泉镇了。对面有一个观音寺，也很漂亮。然后对面青山绿水的，真的很难想象到，为什么这样一个村落能那么快的变成末世一般的景象。南面的观音地啊、华严寺，还有咱这个千佛寺，这个都给组织一帮人，和尚带这个居士，再加这个居士，然后都结识一位段行，活佛法。啊，啥时候啊？哦，就在00年以前吧。00年以前。哦。而和那个啥，一到这个大的节日的时候，佛教大的节日的时候，然后双节以为参行。哦。就和年年佛呢是年年节呢，咱们听不多。哦。咱不是这。现在他们呀，这养活不了自己了。现在你不看口泉节的，自从弄了这个财钱，这些庙都不行。都到没人肯定就没人效果了。你问题是本地人要是多了，他就能养活住那个庙上那些人，那个效果就比较少，周围人呀多来。咱2个人还没了，就这个自今年4月8号自测的来了，4月8号至2月初吧。哎，这2个节日，平时2个人。我们最后终于登顶了口泉旁边这个小山，然后进去以后，上面这个建筑是财神庙。哎，在这祝大家财
田园广进吧。来踩。来踩。哦，上不去封顶了，得封了都。本来是可以上去的。口泉华严寺，上面是口泉，上面是华严寺，口泉的华严寺。这边所有人都走掉了。华严寺以前不是这儿。华严寺以前是修的，那个后的现在修的好啊。我估计也是寺上修的小砖线的啊。哦，不过那听说具体人说那都是啥，都是有曾经在口泉街那不是做买卖的这些人嘛。嗯。当年更是国民党那个推的台湾的、推的香港的那些人，一看这个大陆解冻以后啊，回来了。80、90年代解冻以后，这就是让人来了看完了以后，每年给投资几万美元，那就修好的。原先的华严寺的破败的呢，就估计是个木头房子啊。哦，就是咱们那个土木建筑那个。妈妈，这里有佛像，但是没有开门。2020年的那个啥，是2020年的福字了都。对呀，那看来也没什么人了。估计就像我说的，他这边就原来就想开发文旅，开发到一半疫情完了以后，发现这边不值得开发，就没开发了，是吧？停滞了。对。那可能应该还有僧人住在里面吧，但是应该没有，因为这种都是没准私人开发的这个寺庙。我看有亮着灯呀。它就是通个灯而已，不然寺庙你看这个摄像头没开，这就是完全被抛弃的一个状态。寺里头只说那个啥的，人咱们不清楚，只说是把那个有个主持和尚捏死走了，捏走以后就不花钱是花的。前5、6年前啊。5、6年前，华严寺在这口泉街这个寺庙当中，属那个寺庙活死。可不，我看那网上贴的那窗帘都是2020年的，估计5年前正好，估计那时候好的了。哎，那时候还相当不错的。在后面就没人了啊。你可没了主持和尚，他没人了，慢慢弄的带。这边寺庙的窗户都已经破了，没人修。就说明肯定已经非常久没人来过了，包括这个佛教徒。反正也没有人。一到晚上，感受这边完全没有人的街道，其实反而能想象到这里原来的繁华。想到这边的人就是街上的闹市，人来人往，做买卖，吆喝。打扰了。您多大了？现在有60？有70了。啊，70了啊，看不出来。呀，大爷，你也是口泉的吗？那你俩都住这儿？我这都是55年我死了的。55年啊。
我们办下来以后是53年，我原先是在上边儿，就那左街就两木棍坡那儿的，原先在那儿。我们一般人就是我妈咱们去嘛，祖辈去，一般人就是今天住上这儿的房了，我住个3-5年的3-5个月就让说你办吧，一般人就整个头全家1万多东西都租别了，最后这就是在这儿就固定住。这估计是也是那个，这是后面就是放给你们了是吧？也不是放的，这是还是原先还是私人的，你看以后那个啥，私人的财产归了过，以后又归个私人的时候，人家就啥呢？人家不是房就说没了。没了，咱没去处了，只好就当年没事了，跟人借的钱，把这个房产没事。没事，这就成了咱们的财产了。这拆迁这事儿这不地道没法说。咱们也对上级那个主要这个好呀，省市的这个政策不了解，咱们是热市区的。是。你讲个说呢，明知道有点不对，听那个广播里头主要那个政策挺好，到地方都就啥这政策咱们不清楚，所以你说你也没法个整。你只能就是你来说是就听着的吧。再加上咱们这个不像老百姓以人让为主，其实你要让省点心就行了。人家的啥？人家的个儿不在这儿，你觉得那么了？人家肯定人家那个老家房啊，或者其他地点肯定有那是房。这就苦的这是一杆儿的私产，不一杆儿私产。自己住的地方这些人这就苦了。你一般人就这点东西。你咱们这就是个这，不是就不咱们都弄去了。关键是没去处嘛，你离了这儿咱们哪住去？关键是咱没住处。你是哪年回的这会儿？我就省。你不是在外面打工了？17岁那时候就到了跟矿上了。我那个年纪只有的。90年以后，这就各外钱就调回这儿了。调回这儿以后那时候。你打工也是给国家打工还是？个人在外省煤矿。外省？煤矿。也是煤矿。也是煤矿。应该调回这儿还是煤矿过热的，一个去那煤矿过热，说个今天下去上不来的完了。所以说了，他就叫啥呢？有的钱我赶紧就打车了。实在别的没办法，就是转那个腰块去。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种这个办法。你们说原初是地主，原初是平农，到月底就是雇农了，接是钱了。你看这原初开了之以后，不计划打完的有几个花吧？花的那一到月做的开始接是月做起，你就是这么的做起来他开始接。你就是这么的都是嘛。那你现在这养老金给你发了，你是不是先打岔哈？现在不了，现在已经也是慢慢做化了。现在不要多了，这多少年过去了，自从83年人家大坨矿务局这个房地法实行以后，在全国推广了以后这个第二班事故死人的事儿就是可惜的。一般那时候是对这儿其实是几件事故。几件事故多的。不是就人们慢慢逐渐好像就改变了风气。在这时候就是说跟那个的用了命了，那不为啥气。过去那国家那规定是别倒霉一个死亡率。国家规定就是一般那大多，那就是拿人还没的。太不难去了。什么第二班啊，就为两面那一压的大了以后，两面那煤把人卖了说个不是你那煤瓶都了，
茶爱把它不理的，就像那豆看了的血猪大血吧。你说那个有，那没这半年那个东西老久发明的话卡亏。可那没是一层一层的吗？哦，一片一片那个。哦，我们那时候那你就说那他帮梅他下的以后不是得是手套掰的，说个不是个高，他的一刀就那个，就那么贵。那时候你没跨过这苦，那还不过，有苦有危险。啥个出事都出事了。没挖矿闹啥毛病吧？哎呀，那个没有见，那首先是腰腿病肯定是。腰腿腿疼那病那肯定是没跨过这哪个了。你这肺病没啥吧？肺没。那还可以啊。哦，我还可以。那就挺好。我肺没事。那有的挖煤矿的。现在没肺洗肺，没洗肺那个侧洗肺，侧肺没肺。他们那，我们肺没事就可以啊。可以。骨头关节了关节不行了。关键那就其实，那都是做体力活干的。自从一拆完解，尤其是这23年以后，把人们了解我不走办办的不行，就让他们。丢了。这办是自愿办还是也是，这往都干你了？那给咋说的？干着这又没说你要干的。那这咋弄了？反正是不能，我是这个。骗你是忽悠你有房有钱了啊？那不对，这个现在吧，人家这个给钱吧，咋也弄不进面咋给？有人有人后咋的，人家给了。有人最早的时候，22年的时候的，你叫领导给我们有俩人都入境，连协议还没签。我们这国务院不是你破解说起这个事情了，人家说我这协议还没签，人家又叫我重新签协议，不签协议那给你签。咱们其他地点没合适的房，没有合适的房，咱自己出钱自己没事的房就走吧。这地点对也对不住，你不看是补给你那个补偿钱就完事啊。你这个就都归了人家了。那这住哪他不管你，不管你愿住哪去。你自己想办法住去了。这个问题都入境，人家就只字不提这个土地问题。他那意思，土地这都是国家的了吗？这没错，这个主权永远属于国家的，关键是说使用权。这是无限期使用，父传子传就子传，所有的往下传。而且现在那不是那个表意上头写呢，政府引导。政府是属于引导嘛，市场原因。这个市场原因。市场原因你可算得多好。15年了。市场原因也就是的，我给你这个东西的100块钱。你要是同意，咱们就去写了，不能让国家规定的。市场原因嘛，市场价的嘛，那和咱们上市场买东西一样。你要1块，我给5毛，你买不买？这钱是私人给的？打给了吧？打给了吧？没有政府拨款，这现在私人出钱由政府出门，不是国家规定是不允许私人。可不，那国家规定，那国家规定私人、个人或者公司单位都不允许你进行拆迁呀、买土地这个东西。你只能是跟国家土地局买。那些办事的人说，我们是人雇的打工。不是政府的这就这政府引导，这就政府不插手啊！你这个事情出了问题了，我把你的私人单位处理了一下。9批呀！市场原因那完全退于市场，这就属于个人性，跟个人政府没关系了。其中有些问题啥呢？人家现在啥呢？人家们那是就评估人说来了2房的面积，这就转的当地就让拿了个
拿了个那个说活尾蟹什么意呢？是一份糊肉的完了。你说这德方南啥更贵？它都跟南室内。使用面积是吧？它这说的是那个啥是内部使用面积，不是建筑面积。你这都这个的是个那都的都建筑面积。我估计它的使用是，它跟你说一套，跟政府说一套，中间卷的是钱了。你说是吧？中间这个差价大，太大了。可不。你要知道 ，Q 圈这是我前10多年前听那个啥大头特说的 ，Q 圈的建这个地皮啊，土地使用这个的价钱吧，和车轮那个价钱是一个价钱。天！这是中国那个啥的，建国以后第一批交证的。就Q 圈证，Q 圈证那当时50年不到51年就有这个 Q 圈证。你没老板？我老板给那20户孩子去了。你多几个孩子？2个都成家了，都有孙子了。俩孙子，我儿就一个。可以了。那你这是不是会？他们在打通是不是？不是，他自己那个啥自己教去了，到学校自己教去了。那今年回来一趟。新疆。我也不来了，自学自己的现在全留在那儿去了。头年是不是那个啥的自学啊？自学5年，以后又签订了个7年。这现在我听说是，那个他签订12年以后，这签订3回他就留在那儿去了。那你不跟他去？去哪去啊？那有啥去不去？一来一回1万块钱。你就在那儿以后生活嘛，养老嘛。我可不想去那地广人稀，啥也好。像咱们大坨啥也好。是。大坨这儿气候是或冷或热，那儿就是远远冷了，远远热了。东西特别丰富，跟咱们这儿丰富，就是有一点儿，就是人少。你喜欢热闹的？咱们在这儿待惯了，尤其是这是家乡嘛，这山西大坨人是连这个骨头最厉害了。不是山西大坨人，你看出外前走的人不多。这接不着。他们这太西乡土了，没出息。山西大坨人没出息。挺好的。好啥的好。你要是到那儿吧，就是不来呢。新疆那个地点，他们不是靠近边。那他找你去吗？找你过的吗？我不想去。他往你们吗？往你们。现在跟我有了意见了，嫌我不去呢。咋了？嫌我不去。嫌你不去呢？人家也想你在上边呢，好照顾你。对了，也来好照顾。主要最大的目的就是给他那照顾了这俩小家伙。也是，人家也希望你在都有。人家就一般不给我打电话，和我生气，生气就是个。我问题是孤土烂的，咱们这个老祖宗给留下就是点财产。可不。说不他妈那个确实有点舍不得。是。我在这儿待了，我就出生就在这儿出生。行，我们走呀。你儿叫你去挺好的。我觉得挺好。我也觉得挺好，咱慢慢的吧。舍不得，你甭买它，留在这儿，哪年回来再看看。在咱们那个做啥的？等咱们有了那个啥，没是合适的房子，我就走呀。这儿待一点。没热了嘛。是。你去那人多地方，你下楼遛弯聊天啊。这人多人少，我都习惯了，在煤矿待的也就习惯了。关键就是，那给啥无形的压力就那。知道。行，我们走啊。你们给我辛苦的，这个钱难挣的。你可都几点了？9点多呀。我们听你说也有意思，知道吧？不光是拍的东西也有意思。你看我们那个直播间可以人家给你说起过去那 Q 圈间那老故事，真说的让人说的好嘛。
凭咱们湘西条理方面走不出来。啊，行，你们给我讲的也挺好的，说也这是瞎说的，我这有点胡说的。是挺好。你老娃，老子你听我这个瞎说的。行，咱走吧，走吧，拜拜，走了啊。别慢慢走。哎，我们开的车了。哦。哎。拜拜。走了啊。拜。哎。口泉街这个水了和北方是那是注定。因为啥注定了？走一些口泉街是由美而兴起。这美国它也得更多。好嘞，好嘞，好嘞，哎，多给宣传大使啊！行，没问题。祝您这个小孩这个上学也顺利啊！哎，拜拜。
这边天真的好蓝啊！是的。哇，跟假的一样。嗯。还有块巨大的壁纸。两个小眼儿。